5月20号，赖清德接任蔡英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表示祝贺，我外交部予以驳斥，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连日来，国际社会也密集发出坚定反台独的正义之声。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就职仪式表达祝贺，在21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违背美方所做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还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支持台独注定失败，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都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切实恪守拜登总统不支持台独、不支持2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将台湾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以任何方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除了美国国务卿发表荒谬言论，美日等少数中国建交国的议员、前政要等参加了赖清德的上台仪式，或对赖表达了祝贺。其中，日本更是有30多名国会议员扎堆窜台，公然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对此，外交部一连2天发出警告，严肃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越线挑衅、搞政治操弄，停止任何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的冒险图谋，避免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我们严正要求有关国家和相关政客停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停止违背国际信义、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外界注意到，连日来众多国家的政要和各界人士密集发声，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发出了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也纷纷重申，将坚持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当地时间21号，王毅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时，再次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严正立场。王毅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齿，但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所有台独分裂分子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合组织成员国从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出发，本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相信大家会继续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就巩固1分，对中方立场的理解支持就增进1分，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人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阻挠中国统一，都如同螳臂挡车，都将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有分析指出，近年来美国部分政客出于选举或其他政治利益的考量，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不断向台湾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暴露了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心口不一的两面性，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也助长了民进党及其当局以美谋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两岸局势更加紧张。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多个地区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其干预行为已经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基于一己私利，企图通过打台湾牌，利用台湾当局阻碍中国和平崛起，阻碍中国实现完全统一。但这不代表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台独。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明白无误地表示，台湾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美国更不会跟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赖清德妄图通过各种方式拉近和美国的关系，甚至妄图进入白宫和美国建立正式官方关系，以此表达台独的进展，这是痴心妄想，是会给台湾带来灾难的极端想法和行为。美国的两面派手法还会继续下去，一方面保持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又对台湾
进行军事的、经济文化的勾连。针对赖台独言论，岛内一片批评与忧虑。我本来充满期待，觉得什么是赖清德的善意，我感到忧心。股市瞬间大跌。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赖清德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还把两岸关系定位成两国论，无视两岸之间最近好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善意。历史上第一位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昨天的就职演说，更直接表明新两国论，让两岸关系立刻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与挑战，不会走向台湾独立。这是台海和平的重要保证。5月21号，泽连斯基的5年总统任期届满，但是由于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政府发布了戒严令，新一届总统选举无限期推迟。面对前线失利，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加快援助，更直接地参与战争。根据乌克兰宪法的规定，总统任期为5年，现总统继续行使权力，直至新当选的总统就职。但根据乌选举法，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期间举行议会或总统选举。泽连斯基5年总统任期本应于5月21号结束，但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9号签署法案，将乌国家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延长90天到8月11号。由此，泽连斯基可以继续合法任职，但又不在合法任期内。目前乌当局并没有对泽连斯基继续任职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乌宪法法院也未做出不利于他的裁决。当前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64%，但近70%的乌克兰人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在战争期间留任。不过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前线局势的恶化。如果他不能扭转这一局势，反对者则会质疑泽连斯基的总统职权不再合理。乌克兰国内已有人发起了网上请愿，呼吁征召已经不是合法总统的泽连斯基入伍。就在泽连斯基任期届满前2天，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合法性遭到质疑，命运已注定，乌克兰前线陷入恐慌。5月21号，俄方第一时间称其丧失合法性。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期届满后的执政合法性发表声明。他指出，泽连斯基并未延长，而是篡夺了乌克兰权力。泽连斯基害怕在选举中与扎卢日内或者波罗申科竞争，因为后者有更多王牌。泽连斯基在任职乌克兰总统5周年当天接受了路透社专访，他呼吁西方加快援助，并更直接地参与战争，因为乌军在前线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开辟新战线，乌军正面临战争中最为艰难的时期。